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大家好，欢迎回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我是 Ella， 欢迎来到第8期。全球旅游途中，我们遇到了这些事情啊，又是一个大分享。今天看到了各种趣事囧事，今天非常期待跟大家分享。主要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前面的一期讲第3文化中长大这样的经历的过程当中，有很多这个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很好的这个反馈，也希望更多的听我们全球旅游旅居当中的一些趣事，可能也是相信我们善于观察的眼睛吧。那我今天先来分享一个就是旅行途中生病的故事吧。因为大家可能旅行时间久了，不免会有一些比如拉肚子、吃坏了、意外，对，或者一些紧急的情况。首先我想说，这个旅行保险一定要买好。那我这个故事呢是在南美洲的秘鲁，而且是在马丘比丘这样一个非常这个远离城市很难去到，但是非常非常壮观。我会非常建议大家。你是走路去的还是坐火车去的？进去了之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整个马丘比丘是不能上厕所的，就你要上厕所你得出去，他为了保护着整个这个 World Heritage他在内部没有设任何的厕所，非常有意思。但是我还好，我的这个人工非常的出色，所以其实上厕所倒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我在马丘比丘碰到了一个很大的这个意外，就是我当时穿着这个 yoga crops， 也就是露一截脚踝的瑜伽裤没有想到在大概短短的10分钟之内我的2节露出来的脚踝的部分被应该是蚂蚁之类的东西咬了大概30几口，整个身体起了这个过敏反应。我的脚踝一直肿到我的这个脚背然后我的这个运动鞋带是根本系不了的。我当时脚踝伸出来的话，看上去像是一个300多斤的人的这个脚踝。有照片吗？有照片待会儿放这儿。那之后呢，第2天我还有安排，第2天有计划要去爬山去那个 serious hike， 就是6个小时那种。所以我就在当天下午找到了一种这个南美特色的这个药房，在秘鲁这个地方它的这些 pharmacy 是到处都有，而且就在街边。然后在这个每一个药房当中，它会有一个类似医生，反正穿着白大褂，你也不知道他是什么 credentials barely a nurse。 我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 someone in a white robe 他说应该是过敏反应，然后就给我开了这个大概5种不同的这个抗过敏药，并且呢可能是当地的一种偏好吧，他给我开的全是注射剂就直接当场打进去。其实我当时有怀疑过，就是我觉得我真的要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山沟沟里面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女性，她叫我打5样东西往身体里面打，you know it's kind of scary right？ 药剂的名字我也查了我觉得应该是 antihistamine 嘛，就是抗过敏药，我还是很熟悉的，因为我是过敏性体质。我就犹豫了一下，我说好吧，那就打吧。直到最后有一针，它在这个注射的那一瞬间，我突然下体就是 pubic area 感到一种就是无法控制自己，就是你要尖叫，可能是一种痛，也可能是一种痒，极端的痒，就无法不发出声音，我只能这样形容。天哪！我当时就不可思议，我当时觉得不会中毒了吧还是怎样的，然后之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那他有没有说这个是正常的？我的西班牙语太差了，我没法跟他解释。对，他们也没有办法解释。对，他们也没有通过那个谷歌翻译也很难。这个我难道就下面很痒正常结果他又给我开其他的那个什么阴道炎的药之类的对，然后第2天早上我又去打一模一样的感觉。Oh my god 所以以后再碰到这种旅行路上的这个对，首先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但其实我现在手上还是有很多那个蚊虫叮咬。对，我的这个血可能是好喝特别好喝
离这个中国越远的地方，我越容易被各种蚊虫叮咬，可能他们觉得很新鲜，很这个就那个血液少见吧。对，我其实一开始都是那种非常这个铤而走险的性格，我就会不买任何的旅行保险。我也是，对，我觉得还是现在发现应该买，对，年纪大了有点害怕。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那种侥幸的心态是不行的。对，是，对。但是我觉得你说旅行吧，像去这种就是这种世界文化古迹哈。然后就有的时候会在那个 Instagram 上面看别人那些很漂亮的照片，穿得美美的，对，怎么就是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想，因为我肯定是穿的就是严严实实运动鞋，然后大长裤，然后肯定是实用，对吧？对，就是实用。对，因为我在想那些地方你就爬不上去，你没有这样子的这种装备的话。我有一个好朋友，讲了一个很类似的故事。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就非常的这个开放。我们也讲过这个南欧的松弛感嘛，对吧？然后他说他去这个意大利五渔村的时候，五渔村其实是5个渔村之间可以走路的，但是是要翻山越岭的那种 hike。他在走那条全程的时候呢，遇到了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游客，一部分欧洲人哈，女生都是穿着 bikini， 因为很热，然后也无所谓，大家无所谓，穿着 bikini 或者运动的这个胸罩和短裤，对吧？很正常。然后他看到了另一种游客，就是中国女性。穿的都是那种非常好看的很适合拍照的衣服，大裙子，对，就是那种照片上非常美，但是实际上你看到他们穿着这样的衣服走在这个泥泞的这种hiking trail 上面，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很违和的。对，所以这些照片背后我确实也挺佩服这些姑娘们哈，其实她们值得好看的照片，因为她们吃得起苦。对，我吃不了这个苦，我也是，每次都是我退缩了，对，然后都是一身汗的那种照片，对，都是一身汗，对，你爬山就是一身汗，我觉得他们怎么能做到那么清爽美貌？为了照片拼了。是的。对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是以旅居为重嘛，但是我能让我想起来，就是在这个语言上面哈，特别是学这个葡萄牙语，就是这个坎坷路程，感觉有的时候学完英语之后有点懒惰，在第2、第3语言上面就是摆烂了。对，就有点摆烂了。对，因为确实英文也非常好用。我在巴西的时候，我刚搬去圣保罗的时候，就是想摆烂的那个心态。但是呢，不巧的是呢，又遇到了一个特别爱唠嗑的邻居，她是一个 hairdresser， 对，是个女的，她大概比我大概10岁，像一个大姐姐一样的，非常美，巴西女的哈，金发，然后每天香香的。她呢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子的一个 chatty 的一个女孩子，一句英文都不会讲。她又一看到我是她的邻居，她就特别的开心，她就想找我聊天嘛，拿了一个巨大的咖啡杯。出现在你家门口，出现在我家门口。然后当时我在心里面一下子，因为我是看到那个不能够沟通的人，我心里面会有一点抵触情绪，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话。但是呢，我在从那个门洞里面看到他的时候，当时完了怎么办呢？是他。然后他一进来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尴尬。然后他就各种手语，反正他说咖啡，然后我也只能就是跟他去迎合他。对，他就真的能够跟鸡同鸭讲的那种方式，想跟你交朋友。而且这个坚持了很多个月，他会经常来我这里，我的那个葡语就从0开始，慢慢，然后到有一天他说 Ella 你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在说话？然后我说对我们现在在说话。说你有没有想过你几个月之前是不会说话的？然后我说对我。说到这个语言的这个趣事哈，我也有一天呢，我就经过了家附近的一个这个葡国的这个小餐厅，就是那种每天有1、2道特色菜的这样子的非常小的作坊啊，我就觉得我很想跟邻居包括这个小店主啊能有更好的这个交流，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勇敢的走向这些小的这个餐厅哈。这个餐厅的那个老板出来迎接我，我说哎，这个小黑板上的这个 ishko 是什么东西？因为其他的我能看懂嘛，就是在你这种一半能看懂的时候，你就心里有点痒痒了，对吧？你就觉得我可以去尝试了。我就问他这是什么东西，但是问题是我听不懂他的答案呢。他就说什么 fillet 什么什么，我就听到一个 fillet， 我就以为是肉吧，应该是。那我就说好，那就来这个。反正你就是在一个外语环境当中，经常就是不懂装懂，对吧？结果这个菜做完了啊，端出来放到我的面前。我发现是什么？是这个一整盆的肝切片，但是幸好我是一个中国人，什么都吃。所以那天呢，我也开玩笑说，不懂语言的话，你就可能要吃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从你这个猪肝牛肝，然后我想起我带我先生从香港回到大陆参加一个婚礼。当时他就被这个中国的美食给震惊到了，因为他是一个很保守的德国人，他在来就是亚洲之前，他没吃过任何的就是正宗的什么中国菜，就是炒面呐、什么 mushu pork， 这些木须肉是叫木须。对，我们坐了高铁，然后就这样子一路从桂林吃到了柳州。这一路把他给开心的，就是他从来没有不知道，就从桂林开始，我吃了正宗那种土菜，因为他是壮族的那些就是土菜嘛，然后什么酸笋啊，完全把他的那个整个的世界颠倒了。到了柳州，我们是参加一个就是非常豪华的婚礼，我们这一桌就有一个男孩子，他说千万不要吃这个婚礼饭，我带你去吃螺蛳粉。结果我们就从那个婚礼中逃出来了，就是没吃完，大家那个看到那个鲍鱼那些，然后想一想，算了，忍着。后来到了这个街边，带我们去了一个好像最地道的那个，就是他们是猪骨来熬的那个螺蛳粉，那个味道就是永远不会忘记。到底是臭还是香？香，我觉得特别好吃。我先生跟他们几个男的，一共每个人吃了2碗，然后已经塞不下了，但是觉得为了这一口，我还是要再来。我也介绍 K 吃过了。他喜欢吗？他喜欢，他觉得哇，这个确实是有点 strong， 就是有点上头啊。但是吃的时候也没有犹豫的。这是一个 delight， 是一个 local delight。我先生就是哪儿都没去过，每次跟他的那些其他的老外都去过什么北京、上海啊什么，他哪儿都没去过。他说我去过中国，他说你去了哪儿？我去过柳州。然后很多人说在哪儿啊？他就跟别人讲，就是舌尖上的中国，真的对，直接就是到了最地道的这样的地方，是接受了洗礼，对，是一个文化大冲击的那种。所以他现在应该什么都能吃吧？他就是经历了那一次，他才知道原来中国有这么多好吃的。后来我们回到欧洲之后，他就逼着我就是要去看那个《舌尖上的中国》。他说：“你看，你们有 cheese， 你不知道而已。”我想，你的 partner 和我的 partner 其实2位虽然都是欧洲人，但是他们对于其他文化的东西非常有好奇心，而且有这个接受的能力哈。有些其实我认识的外国人，他就对于其他文化的东西，尤其是就是 stereotypical， 就是这种固有偏见，有一种天生的这个厌恶。我在坦桑尼亚的时候是跟一群哈佛商学院的同学一起过去的。有一次就是一个中国的同学提议说，我们去这个中餐馆点菜的时候，大家都说反正你是中国人嘛，你懂，你来点。我那个同学他就点了一桌菜给大家尝鲜，对吧？其中有一道菜就是三黄鸡三黄鸡上来的时候呢，鸡肉是切好的，但是他把这个鸡头是留着的。那在这个大圆的这个转盘转到这个每个人的面前的时候，这个鸡的头是站起来的那种。其中有一个美国同学，当鸡头转向他的时候，他当场 lost it， 发疯，就地发疯，尖叫吗？真的就是大喊大叫，而且是一个1.8米几的这样一个黑人男生就是来自于一个有钱家庭的这样一个这个黑人男生。他其实是非常有特权的这种阶级，从小都是去的最好的这种私立学校。他当时就地发疯就算了，他说这什么东西这么恶心，拿走，谁点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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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恶心。他把这个餐桌上的这个见闻讲给了100多个这个哈佛商学院的同学听，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同学嘛。我觉得他就有点像小丑在发疯，你知道吗？那其他同学其实看他的眼神是非常奇怪的，对啊，因为大家都觉得他首先一大惊小怪，二觉得自己好像是非常正确的，就别人他觉得别人是会有共鸣的。对，有的人他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文化。对啊，对。问题是他还觉得自己很有理，觉得自己是会得到所有人共鸣，没有想到很多人后来过来跟我说，他说 What is wrong with him? You know, 就是真的是让你觉得其实美国的这么有钱的学校出来这么有钱的这个孩子居然还这么没有见过世面。对，就是没见过世面，对，真的是的并且就是这种文化本位的这种态度导致他的这种 ignorance 会越来越深。我们会去接受新的东西，我们会去提问，而不是去指责。对，而且会就是或者就是你自己有一些 shock 了，就是我觉得可以去代谢的这个，对，完全可以代谢。他的这个方式就是让所有人都想站在他这一边，对，结果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这个男生呢，最后也得到了他所该有的报应，就是有他妈妈为了一个鸡头，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坦桑尼亚这个达雷斯萨拉姆这个地方呢，你是要防蚊的我们大家都好好的去喷那个防蚊液。那个男生呢，他就觉得自己好像
immune 一样，他觉得自己好像不用喷就 OK 啊，结果他得了登革热。哦，那个很危险的。哎，我不应该笑了。就那个 dengue fever 是吧？ dengue Oh my fever，dengue fever。他当时得了的时候，就是你看到这么大一个大个的男生，而且他是黑人男生嘛，我刚刚讲啊，他就浑身冒汗在发抖，然后这黑脸就变灰了，你知道吗？是啊，后来好了吗？后来好了，但是他也影响了他后面的行程，对，然后去了当地的这个急诊室，也算是给他上了一课。Emma，我听说你跟麦当劳有不解之缘。我去过全世界可能最糟糕的麦当劳，我也去过全世界最好的麦当劳哈。不服来辩。对，最糟糕的麦当劳呢是在新加坡。这倒是让人没有想到，新加坡什么东西都那么干净。对，我也是特别的，只是其中的一个麦当劳啊，可能现在我不知道会不会改进了。但是真的是那个地下都是脏的不得了，然后你肯定不可能再吃，就是当时我是觉得有点恶心。要不是我刚刚打了 Botox， 我肯定皱眉皱到一起去了。这皱不了。可以瞪大眼睛。对，皱不了哎。然后真的就是我觉得就不知道是没审核到，还是他们就是出了这个问题，还是一直就是这样没有人去。不会是私营的吧？有些地方可能是 franchise。对，但是说到这个麦当劳，我觉得就趣事。我在伦敦的时候，我不小心去到了汉堡包大学 Hamburg University， 你会笑掉大牙。就是，但是他说你学什么呢？你学那个历史汉堡包 philosophy。然后我当时饿到不得了，从那个车站一出来说，哇，居然有个麦当劳！它那个麦当劳标志是一个白色的，但是还是侥幸的就进去就发现，居然看到那个一楼是大家像餐厅一样的，还有人在就是端盘子，然后有人坐在窗前吃饭，然后我在想，那肯定是，我就准备破门而入，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 security guy 把我拦住，他说你是来上学的吗？然后我说我想吃，他说我这里是麦当劳学校。对，是麦当劳开的大学。对，里面学些什么东西？学什么汉堡包 philosophy，学 hospitality， 学麦当劳的管理，然后怎么样的？好像就是你从这里毕业了就可以当一个什么麦当劳的经理人。说对，可能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形式，大开眼界了。就是居然会有人去就是学这个汉堡包专业。对，汉堡包专业。Why not？ 也 maybe 也可能出路不错的，对不对？是。最恶心的麦当劳经验就是在里斯本。在里斯本的时候呢，我们在网上订了麦当劳，来了之后呢，发现那个麦当劳那个汉堡被咬了一大口，然后对，照片放在这里，对，我把照片放上来，大家也觉得笑掉大牙，就是对，很恶心，很恶心，对。但是最好的一个麦当劳经验呢，是我在苏梅岛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小的 booth， 就是一个小像电话亭那么小的一个方块，全是机器，突然从下面钻出一个人。然后一个小女孩，然后就说 Can I help？ 我说我们想点东西，你可以做吗？她当然可以啊。然后我们就真的就按照那个 menu 上面，它全是新鲜给你做的，那个汉堡包给你切的巨好，每一个就现做的那种，就是有点像 gourmet 那个 version。然后你吃的时候就觉得简直都快流眼泪了。前几天其实我刚刚嘴馋，我就特别馋那个苹果派，我就去买了一个，在里斯本只要1.6块，哎。你便宜，好吃吗？好吃啊。OK， 只要好吃就行了，也没有被人啃过。没看出来，至少。我其实想分享一个不是特别好的经历。好。我在巴黎呢，不幸呢，在住的这几年当中呢，被就是威胁了3次。哇。还是挺多的。就是第一次呢，真的是被3个小孩打劫，14、15岁。他们就是在明抢，就是在路上，然后当时他们都有拿了那种小刀子，然后所以能看到那个刀尖，主要是当时心一下子就害怕了。欧洲9月份6、7点其实还是很亮的，外面到处都有人吃饭，在外面坐在就是小馆子，就没有一个人上来帮我。对，这个是让我非常的就是一下子感觉被扇了几巴掌那种感觉。比被抢更痛苦的是这个人的冷漠。对，就是觉得他们那种就是有人感觉就是有人目光投过来了，但是没有人站起来。哇。对，然后还是最后是一个老奶奶是停车，她从那个车里面走出来帮我们来扶我，但是她已经看见那些人已经走了。是。但是有一个实用小贴士哈，下一次如果你
希望你不要再碰到这样的问题。但如果大家遇到这样的问题，不要期待这个你的这个呼叫会引起有些人的这个好心的援助，你一定要去找到一个 specific person， 你一定要找到这个，比如说3个人在一起吃饭，你就上去问这3个人，请你们帮我，他才会做出一个明确的反应，而且这个反应往往是会帮你的，这个是跟人的这个心理有一定的关系。直截了当的去找一个这个附近的人，你指着他的鼻子，对，就你了，就你，对，应该是可以找到好的结果的。后来跟我的同学讲，他们就还是也很冷漠，他们说哈，这有什么？我也被怎么，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他们的态度，巴黎人的态度，就对这些好像不是很 care。然后呢，第2次就是也是在巴黎地铁上面，然后是被那个性骚扰，然后这个人也是动了手。到后来，因为我当时有反抗，也是没有人帮。也是晚上7点多钟的一个挤得不行的一个那个车厢里面，然后也是就觉得就整个，而且我最逗就是后来去警察局，又2次都去警察局，那警察就说：“哎，你9个月之前才刚来过呀。”我也想到我在肯尼亚内罗毕的时候，刚刚降落4个小时。就包被人抢了。当我把我的故事讲给别人听的时候，别人才告诉我，你知道 Nairobi 的别名，他们说是 Nairobi。Oh my God, that was 对，就是行前没有做好很好的这个。就太大意了，对，装备还是很重要，旅行装备，对，不要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巴西旅游的话，你的装备当中要包括一个假的 iPhone， 因为当你出门的时候碰到了匪徒，which is often， 就是1周可能要碰到1次这样。在里约是在里约，对。然后对方要求你把你的手机拿出来给他，你就把那个假的拿给他就好。所以其实可能家里要备个好几个假的 iPhone 出去罚。我记得在里约，我真的看到那个人拿枪，赶紧背着他，我就想检查自己有没有耳环，有没有什么东西，马上看我自己没有东西 ，OK， 自己的包还在，手机在里面，然后就在想开始逃生的那种。所以里约还是他的那个贫民窟在市里面，所以就是你能知道他们一跳就下来了。对，虽然你在里约看到了这个惊险的事情哈，但是你跟我的这个 partner K 2个人都很喜欢巴西，为什么呢？巴西地大物博，阳光啊都特别美，海水这些是我觉得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而且人也非常善良，所以肯定是好的占多数的，对，要不然不会在那待那么久。是，对，我觉得其实虽然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多少都有一些这个耸人听闻，现在回头一看都是一笑而过，觉得是一个 blip， 是一个趣事啊。肯尼亚让我丢失了很多东西，我还是能够看到肯尼亚的美。不幸的事情可能一定还是会发生，但是我希望大家不要被怎么说呢，就 clouded，right？ 你还是能够看到这个旅行或者旅居的这个美好。你会看到有一些帖子说我再也不会来这个地方了。对，当然这也是一种标题党哈，但是我希望大家也可以即使碰到这样子的事情，也能够看到这个一个国家的这种全方位的这个，对，它有好有坏，对，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完美的。其实还有一个故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在巴勒斯坦的时候，也就是这个 West Bank 西岸，当时跟以色列之间呢还是处于一个和平期。我有一天的那个行程呢特别有意思，就是白天我们去了难民营，人类之间的这些冲突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具象的，是非常非常让人觉得难受的。对，亲眼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个场景包括一些孩子这个充满希望的眼神，这些照片我都会挂上来。但是同一天的晚上，我们一群人就受邀去到了巴勒斯坦当地的一个富豪家开 party， 真的是一种就是精神分裂的一种感觉。他们贫富悬殊很大。对，就是当你发现就是在巴勒斯坦这样的地方，虽然战乱不断，对吧？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经济，但是居然有人做私募基金，然后赚了很多钱。就这个人呢，他可能是巴勒斯坦最有名的这个 private equity guy， 然后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豪宅，有泳池。当天呢，我们80几个学生到他家去开 party。当我们在这个私人的这个别墅游泳池边享受着美食，讨论着当天看到的这个早些时候的这个难民营的情景，我觉得真的是一种
很神奇对说出来的不真实感觉。对不对这个富豪他的生活可能跟你想看到的巴勒斯坦是不符合的，但是这样的事情一定是存在的。对，所以就算你去以色列，可能会看到以色列的人的这个不端行径，对吧？但是你也会看到以色列也有好人，也有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这个反对自己政府的人。所以其实这个旅行的经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就是当你能够接受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时候学到的东西可能也会更多。刚才我就想到你这个巴勒斯坦的这个故事，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人深藏不露，对不对？就比如说你在一个战乱的国家，然后能发现有个大富豪的那种，就完全跟身边的人过的生活是不能想象的，对不对？很 privilege， 对不对？对。然后我突然也是想到有一个同学哈，在这个印尼，他在我身边出现的是非常朴素，而且我们出去吃饭呢，这些都是 AA 的，A 到不行的那种，对。然后他也是每次都是 Uniqlo 的那种，就是穿衣，然后所以第一次去他家的时候，我就他家住皇宫，你知道吗？我就是看到他那个东翼西翼，他们有那个 West Wing、East Wing， 然后中间是一个大的一个 courtyard，而且他家佣人成群，他让我住其中一个翼，然后呢，他还专门给了我一个工人姐姐，就照顾我，早上是把早餐端到我的那个房间，然后我当时是觉得很不习惯，我就把早餐端到了他的那个厨房，当时他妈妈在厨房和工人，就吃完以后是吧？我没吃，我那时候，然后因为我觉得不习惯，我不知道在床上怎么吃，我就觉得很难受，就是无福消受。我端下去之后，他妈妈在厨房在可能指挥工人姐姐要做什么吃的吧，看见我端着盘子把那个伺候我的工人姐姐狂骂一顿，用他们当地的语言，就是说好像为什么他不来帮我，就是那种没有喂你吃是吗？喂一口没有做到位。然后当时我真的就是我说没事，我说我就是很想在就是厨房里面跟他们体验生活，对，体验生活。而且他们家那个有7只狗还是8只狗，是专门有一个请了一个男的来养他们家的狗，他每天的就是陪那个狗，这只狗摸完，他们都是小狗，有1只金毛，这只狗摸完放在旁边，又去摸另外一只帮它梳毛，然后带他们出去陪他们玩。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做这个事情，倒也是一个挺幸福的事。对对，还有一个挺好玩的故事，我觉得。就是也是我在南美洲的时候，也是一个朋友请到他家玩，他跟他太太2个人就是非常nice couple 就那样子的哈，很有文化，很健谈。去到他家才知道他们种的全是叶子。哇，家里全种的，全部都是，包括给那个毛就真的当时就竖起来了。有味道吗？很大的味道。哇！但就是你就会觉得，第一就是当时我看到就是我担心的几件事情，第一是电表，对，因为有很多这个 LED 的灯，全是 LED 的灯，对，照着。然后呢，他哪儿都不能去，就在那儿跟讲话的时候冲咖啡，然后一边跟你讲，然后他一边就喷他的那些叶子，是要不停的去照顾的吗？不停的照顾，而且他就是一个真的就是拿一个小布来擦每一片那个叶子。我的天这个叶子在巴西是合法的吗？他这种私人这个作坊应该肯定是不合法的，肯定是不合法的。那有合法的吗？应该没有。其实有人说这个你要看有一个人在家是否贩毒，你就看他电表和水表，好像。对，这个绝对是在这个 Breaking Bad 里面是吗？也有这样的讲法，我记得。哇哦，对，就是真的把我就是当时我就是厕所都不能上，就他们家就连厕所都种，就把能用的地全部用上。这个会影响你们的友谊吗？其实说白了有一点点，因为你才知道他做什么的嘛，你之前就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然后后来你又在想，那万一就是有点什么不想被牵连着，很奇妙的故事。对啊，我其实说到这个期望值与实际所得很不同这样一件事情，在美国呀，大家知道有红州和蓝州这样的概念，对吧？就是蓝州呢一般是就是支持民主党的，也就是比较左派的，那往往是会出现在两岸。这个加州啊、纽约啊、波士顿这样子比较所谓liberal 的地方，比较自由偏左的地方，是不是文化程度也会高一些？相对来说可能是对，一般来说是这样。那这个红州呢，就是更多支持右派的这个共和党的这样一些州，传统上是在南方啊、中部等等，会有一种红脖子这样子的这个
称号哈，其实也不太好听。我因为在美国住了14年，并且整个14年呢都是在波士顿和纽约是非常蓝的地方啊。一般来说，大城市都是蓝的，那我就没有见识太多这个红州的人。美国目前的情况呢是这个分裂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就好像左边的人和右边的人是没有办法有任何共同语言的。我肯定是在兰州被兰州的这很多价值观，并且包括我觉得很多价值观也是天生的哈，我就是天生就是左的。那我在想象这个右边的这些人的时候，我的这个期望值肯定是他们这些人是很自私的，只想着自己啊，觉得自大家不要给我发微信好吗？关掉。所以就是我的这个期望值当中，我的妈呀！notification， 对 ，exactly， 你上次说到的这个log out，OK， 安静了这个世界。我觉得红州的人是自私的，是这个只想着自己的，反对移民，觉得自己的好是自己值得的，但是别人的惨是别人不努力造成的。我觉得那些人我肯定不能跟他们成为朋友。为数不多的那几次机会呢，我到了比较红的传统上比较红的地方，我发现现实跟我的这个期望是有一些差距的。因为我发现可能是各种因素哈，一个是文化上的，一个是宗教上的因素，还有包括他们当地这个人口密度比较低啊等等。我发现红州很多人确实是非常非常友善的，他可能在投票的时候他会说反对一切移民，像我这样子的长相的人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这个反感的存在，对吧？理论上来说conceptually， 但是当他看到我这个人的这个个体的时候，他对我是非常就是敞开胸怀的这个接受的。他就因为南方还有这样一个特色，他就会说 h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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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 everyone's your honey， 对尤其是这个黑人大妈，虽然他这只是讲而已哈，但是他整个这个情感，他的情绪你是能够感受到的，他就是真的是对你非常的友善，就很热情。对，他会希望你去点到他们最这个好吃的这个餐馆的东西，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你没有想要知道的东西，就生怕你好像累着了、饿着了、冷到了怎样就会很想要照顾你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我没有预料到的这种热情我觉得其实是挺暖心的。他可能在政治立场上，他对于这个 faceless 的这样一个群体，他会说我反感这个所有的移民过来那个把我们的这个资源都占据了。但是当他看到我一个移民是有一张脸的，是有一个具体的人的这个形象的时候，他的那种宗教的这个影响呀，他可能让他就爱所有的人，所以其实是非常矛盾的。那说这个反例哈，我想说这个兰州的人，比如说你在纽约、波士顿这样的地方，你会觉得周围的人会说我支持移民呀，我这个支持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保护弱者的advocacy， 但是同时他们在生活当中也可以是你认识的人当中最自私的那些人。就我一开始其实可能对于这个身边的这些精英包括受过非常好教育的这个波士顿我的邻居等等，有这种滤镜，我觉得他们受过教育一定是这个非常教养很好很善良的人，而实际证明他们可能离善良是非常远的。当然我所说的以上一切不可能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对肯定是有例外存在，但是实际和这个期望当中的反差也让我对于这个左右之分有了一种新的看法。实际上我们人和人之间没有这么大的差异，其实人性都是希望能够跟其他人有所连结呀，包括我们都会喜欢善良的好的东西看到这个目前这样的一个就是左边看不上右边，右边不那个觉得左边不是人这样的极端的这个现象，我觉得也是非常心疼的就是觉得就像你之前所说的，就很浪费的一种感觉。对，就是浪费。对，说到这个就是世界的这个资源，我又想到就是就因为我很爱潜水嘛，对我跟我先生都是非常就是潜水狂那种。你肯定去过一些岛，就是觉得哇塞，简直天堂那种感觉。然后，但是它那个海底下的很多地方，那个珊瑚区都是死的，整片的死。对，整片。这个不是著名的什么潜水区吗？然后，但是怎么什么都没有，鱼也没了。你有没有就是有这样子的，就是 shocking 的？有那其实你刚刚说到有没有去过美丽的小岛我当时脑海当中浮现出的就是这个 Zanzibar， 是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
一个度假胜地。当地的这个文化非常有意思，又有穆斯林的，又有 Hindu 的，又有这个印度人，又有非洲人，这样子的一个大熔炉。但是呢，非洲的贫穷大家不能忘记哈，就是到现在为止还是确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你无法想象的贫穷存在。当我从这个 Stone Town 也就是这个岛的这个你登陆的地方开到我们吃住全包的这样一个5星酒店的这个路途当中，大概1个半小时的路程当中，我看到的全都是极端贫穷。对，然后我们进入了 resort 之后呢，你就觉得是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对吧？这个海是非常非常蓝的吃的是非常非常好的，但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围墙围起来的世界。对，等到我们5天结束之后吃得饱饱的，然后享受完了人生，再回到这个 Stone Town 的时候，这个路上再一次提醒了你，这个世界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你甚至是不想看到的东西。对，我曾经写了一篇小红书笔记，说这个摩洛哥是对中国人免签了哈，然后有很多酸溜溜的评论，就说你这种地方也要去，那你怎么不去伊朗什么的地方？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很想去伊朗。我也是。我们这样的desire 这种 aspiration 有些人可能是无法理解的，但是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在看过了什么巴黎瑞士之类的、意大利之类的这样的地方之后，会对其他的部分的世界感兴趣。对，有的地方确实吹嘘了太久，就比如说我暑假终于去了梦寐以求的那个 Positano。然后以前都是看电影嘛，就是所有美景都是在爱情故事都是在 Positano 发生的。我去了超级失望，第一是人多到不得了，第二就是又脏，然后东西又贵，而且就是全是游客，当地的人已经就是 give up 那种感觉，就是非常麻木他们。而且是 anger，就是都有 anger issue。我看到我美国的所有那些稍微有点钱的朋友似乎都出现在了那里。我知道你是有朋友这个婚礼过去的，对吧？其实意大利好玩的地方有很多。对，是Positano变成了一种资产阶级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的这个人的这个必去之地，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变成了一个现象。照片上看上去都是奢华的婚礼等等。对，但其实你在那个地方没拍出什么照，到处都是人。那个海滩就可能跟你家客厅差不多大。哇，特别小的一个，对，挤满了人。那我刚刚其实想讲的不仅仅是就是网红景点不一定值得去，而是比如说那个网友他提到的伊朗，他把伊朗是作为一个大家都不会想去的地方的这个例子。我做梦都想去。对，他其实肯定没有想到，就是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非常非常想去伊朗，因为伊朗是一个文化上历史上都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对，很神秘。很多人其实一定不会知道这一点，就是70几年之前美国对伊朗封锁之前，伊朗是一个多么多么 vibrant 繁荣的地方。对，非常开放，就大家都是优秀的教育背景，然后穿短裙非常时尚，然后接受很多西方的文化等等，大家在街上跳舞等等，非常先进，所以让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感兴趣哈。所以这确实是我一个旅行的目标。咱俩可以结伴，对，我们俩可以。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 unlikely places，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你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可能甚至那些收获是远超过好看的照片。我们的旅行的目的逐渐从这个打卡度假到现在个人成长吧，也是一种这个自我反思的过程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旅行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可以走动。我也有朋友就是完全不愿意走动的那些，我甚至有医生朋友就是在英国他告诉我的就是旅行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他非常不喜欢。然后我就觉得天哪，那你这个生活还是非常的就是很局限性对不对？你没有任何外来的这个文化冲击给你的，怪不得会觉得 boring 呢对不对？对，所以其实旅行对我来说比读书还有用吧。其实肯定是对，什么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对，是，对我也不愿意这个停止，想去更多有意思的地方。你下一步想去哪儿？除了伊朗？其实我最大的一个今年的旅行计划就是回国旅游1个月，因为大家可以从我刚才的故事当中可能也听到，我的故事很多是来自于海外的地方。实际上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从小在中国长大，确实在中国走的不够多不够远。
这一次今年夏天我就要弥补这个遗憾了。在我甚至觉得1个月肯定是不够的，对，你只能才能去几个地方呀？是，我要带 K 去国内转一圈。他去过吗？以前他去过，但是他也像就你刚刚说的，只去过北京、上海这样子的地方，香港。对，所以这次我们去呢，肯定会去一些文化上有趣的地方。我的 partner 呢，他又是一个对于这个艺术和建筑等等非常好奇的这样一个人，他买了一本关于中国建筑的书。他翻着翻着，他那天回来就跟我说：“倩，我要去这个地方，我要去那个地方。”我凑过去一看，一个是这个黄土坡的窑洞。另外一个是那种湘西的这种楼，建在水上的。然后我在想说，我这给他去哪里找？有点难哈。对，但是我觉得我最期待的其实就是去中国好好看看。我一直觉得，很多人这个旅行的目的是要可以说自己去过 N 个国家，这个其实我是个人是比较反感的。我觉得当他开始用这个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旅行的这个炫耀的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就已经走偏了。我其实真的不记得自己去过多少个，你记得吗？我不记得，我没数过，因为我会经常去喜欢的地方，我会反复去啊。对，我也会，我会。你有反复去过哪个地方我有去过泰国好几次，还想继续去我光是这个葡萄牙本地的这些旅游胜地，我就会反复去，因为真的很喜欢亚速尔群岛。你呢？我肯定会去的地方是那个西班牙南部。我喜欢那种就是 vibrant 的那个文化。然后像那个塞维利亚，因为从小听歌剧长大的，你就会知道那个塞维利亚出了什么唐璜啊这些有名的人。今年2024如果可以的话，像那个宇宙许愿，我想去趟冰岛。OK， 这个不难实现。那在本集的最后呢，我想讲回我的最初的一次出国的故事，是我在15岁的时候，我在芬兰住了1个月，也挺有意思的，因为想体验一下生活，体验一下这个欧洲的文化，同时把我的英语再锻炼锻炼。北欧是一个离中国非常遥远的地方，它有这个高福利啊，然后低密度啊，然后这个整个城市非常干净等等我当时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15岁的我当时来到芬兰的时候，我觉得空气是香的，水是甜的，就是水是这个自来水直接接来就可以喝的，然后超市是非常非常干净的，它的火车你是可以坐在地上的，非常干净但是也很贵我当时对于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喜欢，并且说实话我觉得是仰视的，水是甜的，空气是香的，怎么这么好，人都这么好。我在离开芬兰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大哭一场，我就觉得要回去，因为主要也是要回去上学了但是呢现在转了一大圈，已经多少年以后了将近20年之后了真的好感慨我又回到了欧洲，但是从北欧到了南欧，在里斯本20年转下来，也确实见识了世界的方方面面好的坏的，这个红的蓝的都见识过了以后，我发现其实你去任何地方不需要带着仰视的或者俯视的这样子的态度去你到非洲也不用去俯视，到北欧也不用去仰视你可以平视，这样的话你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如果以平视的话，我觉得会少减少很多误会。对，也会减少很多的这个旅行障碍吧。你也可以给周围人带去更多的这个你所带来的文化价值。对对，所谓的把东方给压低了，然后过度的把西方给抬高了，也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是，像刚才我们俩间隙去吃午饭的时候，走进一家当地的餐馆，对，也是因为今天化妆化的也确实很美。一走进这个餐厅，这个你就看到有一些目光，就是真的是注视着你，对他一直来那个搭话，好像想要来帮忙，想要那个给我们留下他们的印象，但是我们也没有去跟他们这个接话但是最后我有点失望，他没有给我们看了那么久，享受了愉悦的午餐，非是我午餐，结果最后没有给我们买单。他买单的估计我们也不会接受的，对，会觉得很 creepy。是要把我们的这个自己所代表，不管是什么文化，对吧？这个勇敢的带出去嘛。对对，我现在真的觉得就是这个自信是，越来越自信，越来越舒服了，就是。对，今天反正是迷到了这2个安哥拉兄弟。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然后 click the link。没有，我每次都把你这一句删掉。今天没有 link。你每次都说在下面，在下面，这是我跟 YouTuber 学的。
结果每次都被我剪掉。你每次说我每次剪，对，每次都没有。笑死了。OK，don't click anything。拜拜，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拜。